有这么一个三角区域，失踪超过16000人，有人目击雪怪，有人目击 UFO， 还有人目击超自然现象。究竟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祸害人类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有许多人类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。也许是我们现阶段的科技水平还不够，也许是这些现象本身就不能用常理来解释。大家肯定都听说过百慕大魔鬼三角洲吧？相传那里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。 不管是飞机还是轮船经过此地，都要避开这个魔鬼地区，因为传说中一旦进入，任何通讯设备都会失灵，继而沉入海底。有人说百慕大三角的海底是个黑洞，甚至有人说那里还有外星人。无独有偶，在美国阿拉斯加地区也有一个神秘的三角地带。 自1988年以来，有16000多人在这个地方失踪，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。在这里失踪的人数比世界其他的地方都要多，并且这里蕴藏着诸多的都市传说、灵异事件以及超自然现象。那今天就和正正一起走进这片阴森恐怖的三角区域吧。首先，阿拉斯加三角洲覆盖范围是从该州北部海岸的巴罗延伸至安克雷奇，横跨南部海岸延伸至朱诺地区。像该州的大部分地区一样，三角地带包含了北美最崎岖的山峰、最广袤的荒野，还有大片的 湖泊。如此宽阔的荒野地带，发生失踪案件确实不足为奇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，失踪者数量如此之多。此外，失踪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消失了，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的失踪人口，也几乎没有被发现过。该地区最早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在1972年的10月，当时一架飞机载着2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，分别是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黑尔·伯格斯和国会议员尼克·贝吉奇。飞机上还有助手以及飞行员。这架飞机是从安克雷奇飞往朱诺地区的时候就失踪了。在海岸警卫队的帮助下，进行了长达39天的大规模搜索，有50架民用飞机和40架军用飞机在32000平方英里的搜索范围内搜寻，这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搜救任务之一。但事与愿违，即使经过地毯式搜索，调查人员也从未发现过飞机残骸或者任何乘客的踪迹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飞机或者乘客失踪了。难不成还能凭空消失吗？因为实在毫无缘由，阴谋论开始流传，声称这起失踪案是有人故意为之，并被 FBI 掩盖。怀疑的对象是胡佛，他是第一任 FBI 局长，据说他参与了与黑尔·伯格斯的权力斗争。这件事情之后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飞机降落消失、远足者失踪的报告，似乎只要一旦踏入阿拉斯加三角洲区域，所有的人都会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。实际上，自1988年以来，包括飞机乘客和远足者、当地人和游客在内的超过16000条生命已经消失在阿拉斯加三角洲了，失踪人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这些人员再也找不到了。同时，考虑到该三角地带的规模，很难不让人联系到这片广阔荒凉的地方充满了危险生物，甚至暗藏了某种神秘的力量。如果你去当地打听过这件事情，他们肯定会告诉你，在三角洲区域有一种邪恶的生物，叫库什塔克，它是一种变形的恶魔，是人和水獭的结合体，所以也被称为水獭人。传说中，他会模仿孩子的哭声或者大声求救的妇女来欺骗无辜的人。他引诱害者走进附近的河中，使他们变成更多的库什塔克人。这个水獭人会把人们都撕成碎片。也有传说描述，水獭人会捕捉溺水或者迷失在森林里的人，然后偷走他们的灵魂。这是一个从未被证实过的民间传说，但至少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个可怕的传说，笼罩在三角洲区域。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说法太牵强了，确实把这些失踪归于大脚怪或者雪人这一类的未知生物，很难让人相信。但是关于另外一个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，使所有关注三角洲的人都炸开了锅。1986年，一架日本飞机从冰岛飞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。当时遇到了3个不明飞行物，据说其中一个物体的体积是航空母舰的2倍，而另外2个物体的体积较小。机组报告说，他们的飞机和空中交通管制员都看到了闪烁的灯光，并且目睹了雷达上无法辨识的东西。据报道，该东西距离飞机5英里远，飞行员声称就像2艘小船和母船，它们迅速的消失和重现，这对于一架普通的客机来说是不可能的。为了逃脱不明飞行物，飞行员获得了地面人员的许可，可以在较低的飞行高度，同时进行了几次转身躲避这些物体。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逃脱。大约32分钟之后，不明飞行物凭空消失了。这次目击受到了媒体的特别关注，这被认为是地面的机载雷达上跟踪的不明飞行物实力，被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观察到，随后得到了联邦航空局司长的确认。本来是以不明飞行物的故事结尾，但是在日航事件发生不久之后，军用飞机就观察到了非同寻常的情况。1978年的1月30日，一架美国航空 KC-135在正常飞行。KC-135的机组人员报告说，在大约2万英尺
尺的高度有一个巨大的无声盘状不明飞行物。这时雷达控制台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片刻之后，雷达控制台询问飞行员是否看到未知物体，受惊的飞行员如实回答，并补充说和之前日本那架飞机遇到的情况相同。大约30分钟之后，塔台通知了飞行员着陆和他们联系。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得到机组人员看到的不明飞行物的完整报告。第二天，1月31日，在阿拉斯加的天空又发现了类似的目击事件。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第53航班报告说，有巨大的盘状物体在飞机周围飞行。根据飞行员的报告，这些不明飞行物正在跟踪第53航班，但塔台操作员依然没有在雷达上看到任何异常情况。第53航班的飞行员非常困惑，指出不明飞行物的移动速度飞快，不久便立即失踪。任何常规的飞行物或者大气异常都无法充分解释这2次遭遇，这仍然是一个谜。完整的目击报告也从未公布于众。这些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中涉及到了目击证人，包括空军飞行员、飞机工程师、经验丰富的飞行员、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调查员。很明显，确实是在阿拉斯加看到了一些很神秘的东西，但这是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他似乎在跟踪和观察飞机？是对飞机上的乘客感兴趣吗？还是他们运载的货物？不过有人无法反驳不明飞行物的理论，他们认为阿拉斯加三角洲位于恶性涡流中，涡流是指一种以盘旋的形式运动产生的能量，它们中心产生凹陷或真空。这些能量除了电磁流外，还能存在着极端异常的电磁。电磁流据说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，例如影响了人们的生理或者心理健康，引起幻觉，从而造成人们迷失方向。有时电子仪器可能会发生故障，例如指南针会失灵。另外一个说法是，这种电磁涡流可以打开通往精神世界或者另外一个领域的门，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地区上的那么多人失踪了。据说地球上还有其他的几个类似的地方，例如夏威夷的哈马库利亚火山、日本的魔鬼海以及南极、北极。据说还有其他几个著名的景点，例如复活节岛、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。实际上，有些人坚定这些古遗迹最初被建造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位于涡流当中，目前尚不清楚涡流是否确实存在，所以该理论已受到了多重怀疑。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呢？其实我觉得阿拉斯加三角洲这种荒野地区，除了恶劣的天气外，还包括危险的地形和极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。这里也是大约100多座活火山的所在地。不用说，在那里露营或者远足的人都非常危险，因为人们很容易在荒野地段迷路，在森林中潜伏着危险动物，也威胁着人身安全。在阿拉斯加三角洲的荒野区域，生存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更不要说这些迷路的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山上人迹罕至，天色又变幻莫测，某些地区的冬天可能会到零下40度，形成巨大的冰川，冰川里面的洞穴可能会成为降落飞机理想掩埋的地点。一旦飞机失事降落，或者徒步旅行的人陷入困境，全年无休的积雪可以轻易掩盖任何人甚至飞机的踪迹。也许这是所有理论中听上去最有道理的解释了，但是大部分失踪案又位于阿拉斯加三角洲之内，所以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直到2007年，阿拉斯加仍然有2833人被报告失踪，当时整个州的总人口仅为67万人。考虑到当地居民在该州的人数相对较少，失踪人数量之高真的令人难以置信。尽管有无数关于阿拉斯加人口流失的新闻，但对于游客来说，并没有打消积极性。据报道，旅游业空前高涨，阿拉斯加三角洲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，旅游业持续增长。总而言之，阿拉斯加三角洲这个地区充满了神秘色彩。尽管有许多关于造成这些失踪原因的理论，从水獭人到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，还是阴谋论，但也有类似于比较科学的解释，例如涡流和气候。你们更倾向于哪种理论呢？实际上，不论是相信哪一种，阿拉斯加三角洲绝对是当代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。甚至许多人仍然对这个地方心驰神往，因为充满了未解之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阿拉斯加三角洲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！